上古奇书《山海经》，说地理，说物产，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。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，远古生存指南，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智语？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气，让书写它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，延续至今。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，用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，让《山海经》再度惊奇。《山海经·大荒东经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一只独角兽，它住在东海深处的流波山，样子像没有犄角的青牛，只长了一只脚。它出入水时必定会刮风下雨。它自带光芒，如日月般明亮。它嗓音奇响，如天雷轰鸣。它的名字叫做魁，因为嗓门奇大，皇帝得到魁，用他的皮制成鼓，鼓声响彻500里之外，威慑天下。让我们通过一场皮影戏，看看魁的前世今生。这场皮影戏讲的是一只嗓门奇大的怪兽。九天玄女为皇帝制作战鼓，化为一只燕子，不远万里飞到东海流波岛，劝说魁牺牲自己，成为战鼓的一张皮，这合理吗，师姐？与世隔绝的孤岛决定了魁想事的局限性。燕子来了，给了魁一个另外的人生选择，这合理啊。师姐，你说的对，但我想不明白，魁怎么被九天玄女燕子劝说就牺牲自己了？我觉着九天玄女直接杀了魁比较合理。这就是神话呀，师弟。哎，凭什么呀？被人说服就甘心献出生命？魁，虽然你只有一只脚，独步难行，但你嗓门大呀，至少你的叫声还能吓着别人。不像我说啥意见也没人听。只要发声，都会有回响。即使听不见，也不能说声音不存在。哎，他是来点醒魁，活着是有使命的。如果燕子没来，那魁这一辈子也就是碌碌无为了。哎，还有这儿，我说了那么多遍，你到底听进去没有啊？好好，这就是故事的主角魁。他生活在东海的流波山上。某一天，九天玄女燕子来到这个偏远小岛上，她不断劝说着魁，希望他为了一场战斗，将自己化为……又有人在念叨我。东海中有那些久远的神话流传中，已经失去原有的面貌。两个年轻人再度演绎魁的故事，有着各自的理解，贴近魁生活的时代，体会魁真正的所思所想吧。故事的主人公魁就生活在这里。
它像牛，却只有一只脚，走起来又沉又慢，这让它从未有机会远行。它的叫声如同雷鸣，不阴不由的，令附近的鸟兽东躲西逃，所生之地实在偏远，唯有回声聊以慰藉。这一天，一只燕子落在被夕阳晒过的礁石上，不似海鸟，不似鸥，这让葵异常兴奋，也十分好奇。这块就我一个活物，你这是从哪儿来的？葵一开口，声音响彻云霄。但远道而来的燕子不但没被吓跑，还落在自己飘落的羽毛上。我是九天玄女，我从昆仑来。这大老远的，你来这极东之地做什么？为你而来。燕子扑动翅膀，围着葵轻灵飞舞。你的大嗓门让你一直很困扰，对吧？是啊，真羡慕那些轻声慢语的家伙，至少能互相说说话，而不是吓跑别人。说正事吧，你来这儿到底是做什么的？燕子笑了，身形愈加灵动，在葵看来，犹如舞蹈一般。在海那边，我听到过你愤懑的吼声，所以我循声飞来。如果我能像你一样会飞多好！我只能困在原地。现在，机会就摆在你眼前，你可以去看看海的那边。每次我发出吼声，海那边总有个声音回应我，是我唯一的慰藉。那是你的叫声传到了山海尽头，所以世界回应了你。葵有点激动了。独角难行，偏居一隅。葵已经厌倦，他一度质疑自己活着为了个啥，没想到自己的声音可以替自己走到很远的地方。海那边可以听到我的声音。是的，很多生灵被你声音的力量所震撼。彼时，东海常有巨声伴随海潮汹涌而来，这震慑生灵之音，或许是上古先民对神秘大海的最初想象。此时，葵的眼神明亮起来。原来自己的人生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。离开这儿，去海的那边，又将会怎样？流波岛之外的世界如波涛暗涌，自茫茫山海奋力成长起来的人类群落，从蛮荒走向文明，如同混沌的云层撕开一道裂缝，让文明之光映射大地，从而人类部落之间的碰撞不可避免。万全之战，黄帝打败炎帝，随后蚩尤部族与黄帝在涿鹿对决。这将是一场改变天下大事的战争。战争之初，蚩尤部占据了战场优势，黄帝方一败再败。
《黄帝内经》续写了《山海经》里回牛的故事，更明确的是，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中，9天玄女为黄帝制造了回牛骨80面。皇帝让我来，请你前去助阵。你的声音将是皇帝赢得胜利的关键。是需要我去喊2嗓子吗？这事儿我行啊。不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燕子放缓声音，逐字逐句地斟酌。我们需要你付出生命。那一刻，唯有风吹海浪，惊涛拍岸。葵就这么听从燕子的劝说，这也太容易了。该你了，干嘛呢？你的嘶吼可以化作战鼓，和众生一起和鸣交响，激荡人心，焕发勇气。葵沉默，他纵身一跃入海，引来风浪，卷袭着大雨。你可知那位驾驭风雨雷电的雷神？你们同样拥有发出世间最大声音的能力。他早已将自己的骨头献祭，做成鼓槌，待天下为之震颤。啊！雷神死了！你牺牲后，我们将用你的皮做成鼓，用雷神的遗骨做鼓槌，敲出这世间最强大的声音，震慑魑魅魍魉，帮助皇帝的正义之师击败蚩尤。雷声隆隆，恰似鼓声轰鸣。葵分不清，咚咚咚的心跳是来自燕子还是自己。麻木许久的神经，似乎已经在被那雷神鼓槌敲打着。眼前这小小飞燕，似乎啄穿了他的外皮，直刺于心。看着葵患得患失的模样，燕子真的飞过去啄了他一口。葵被啄醒了，他摇了摇头说：“现在的生活挺好的，我很满足，也很快乐。”燕子冷笑：“快乐？什么是真正的快乐？你懂吗？活在岛上，在岸边扑腾点小浪花。你折断了心灵的翅膀，怎能和我一样振翅翱翔？你的嘶吼如同呜咽，怎比心灵化作的巨鼓震人心魄？”葵低下头，内心深处的懦弱让他不敢面对燕子，他太难迈出这一步。死亡太可怕了。你可以选择继续留在这个犄角旮旯的破地方，以你的方式生活，并且孤独终老。燕子的眼神扫视了刘波涛，扫到葵的身上。随你吧，连鱼都没有的日子，朝不保夕，有什么资格奢谈快乐？葵内心的脆弱终被戳到了，他大吼一声，海面波澜激荡，雷声冲出云霄。我不想听你说话，你走吧，你挡着我看东海最后一抹夕阳了，你走啊！入戏了，至于吗？葵没有你那么纠结。不依。葵看着燕子盘旋而去，眼前天旋地转，脱力倒下。
你折断了心灵的翅膀，怎能和我一样振翅翱翔？你的嘶吼如同呜咽，怎比心灵化作的巨鼓震人心魄？他已回不到从前，那个只与回声作伴，就像一张白纸的魁。燕子的造访，已在他心底留下巨响。海之角生灵俱寂，而自己依旧寸步难行。往日的开心，已经不是今日的开心。魁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变了，似乎有种力量在这个世界蓬勃愈发，自己似乎也跃跃欲试的，或者身不由己的要融入洪流之中。大事已成，很多条路，最终甚至只剩一条路。日复一日，年看，燕子来了！看燕子，燕子，我们需要你付出生命。燕子双目深邃如海，魁开心的笑，频频点头不止。既有雷神之骨为锤，我愿以皮肉做骨。孤岛嘶吼，永远是喃喃自语。吾强为何而鸣？当为众生，为世界。我懂了，我要与雷神一起合鸣，让四海之内传遍振奋的古音。因为一刻灿烂，为一世苟存。燕子的羽翼锐利如刀，刀锋落下。瞬间，它飘向云端，感觉往昔沉重的身躯无比轻快。瞬间，它飞过万里波涛，飞过万水千山。它看着两军阵前旌旗招展之处，
雷神雪白的椎骨敲响自己那张厚实的皮，鼓声隆隆，激荡天地。如此角度观察自己的力量，他从未体验过。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，鲁哀公问孔子：“听说尧舜时的乐正魁只有一只脚，这是真的吗？”孔子说：“舜选拔魁为乐正，魁定6律和5声，调和8风，因而使天下归服。舜的手下还想多找些魁这样的人。”舜说：“乐是天地之精，魁能以乐安定天下。像魁这样的人，只要有一个就足够了。所以，不是说魁只有一只脚啊。”由此可见，魁的故事在尧舜时代的叙事里，已经转化为定礼乐的乐观，而魁族的神话，经孔子解读，比你有才干的官员，只要有1人就足够了。商周人在青铜礼器上，用蜿蜒古朴的线条勾勒出异族兽的威武之姿。宋代人定名为夔龙纹。如果夔纹就是《山海经》中所描述的其声如雷的夔，可否理解夔现身为骨的故事，以为商周人所称颂，亦或是古人对蛮荒时代神兽崇拜的记忆残留？从《山海经》起源的神话，在后世的丰满演绎中，领悟各有不同，触发先民美好想象的同时，也赋予神兽人性化的品格。人、神、兽可交互转换的生命、灵魂，甚至品性，成为《山海经》经久不衰的神奇魅力。东海的流波山上，有一只孤独的野兽，只有1只脚。它的嗓门太大，发出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，吓跑了其他动物。后来，他听从9天玄女燕子的劝说，用自己的皮做成鼓，发出比嗓门还要夺人心魄的鼓声，一震500里，连震3800里，发出远古时代最强悍的共鸣之音。